张宇，周总都签字了，你也赶紧签了，这可是3000多万的大合同。终于拿下这单了，不枉费我熬了7天通宵。张宇，愣着干什么？快签啊！张宇，怎么了？张宇，先把合同签了，有什么事之后再说。周总，这合同我不签了。宇哥，合同签完了，没签，我被裁了。你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我怀疑是李明泽搞的鬼，他最近3番2次找我茬。你是说他想把你踢出局？怕是没有这么简单，他要的不只是这个项目，更像是在谋划一场更大的局。想把我踢出局，哪有这么容易？对了，宇哥，你现在什么都别管，先回家看看。看什么？看看你老婆在不在家。我不止一次撞见你老婆跟李明泽在一起。宇哥，你现在什么都别管，先回家看看，看看你老婆在不在家。我不止一次撞见你老婆跟李明泽在一起。你怎么回来了？谁让你看的？宇哥，我查到了，李明泽和周建华私下签了补充协议，用你的方案把你踢出局，提成全归李明泽。还有，我朋友上周在咖啡厅撞见你老婆跟李明泽单独在一起，还不止一次。静怡，出来！我就问一句，120万是不是你转走的？张宇，从华台辞职来跟我干。南湖新苑交给你，3200万设计费，1分不少。周建华这是想用你的离职做借口，让华泰毁约，他要抽身。这老狐狸也太精了。宇哥，那120万是我转给李明泽的。宇哥，那120万是我转给李明泽的。为什么？他说能帮你。2个半月前，他说公司要裁你，只要给钱打点，就能保住你的工作和项目。设计图也是他让我发的，说是为了了解细节，好帮你运作。李明泽用保住工作的幌子榨干了我的家底，偷了我的方案，然后在签字的节骨眼上让公司开除我，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的摘桃子。宇哥，查清楚了，那120万最后被李明泽填了窟窿，他欠了别人500万。他说是做投资的。1天之内，事业被夺，存款被骗，我像个被人随意拿捏的笑话。这一切是不是你安排的？张宇，你聪明，但容易想太多。我相信你的能力，只要你保证工程质量，做完这个项目，下一个科技城的大项目也给你。你为什么信我？小孙是我10几年的老朋友了，他推荐的人，我当然信。孙浩认识周建华10几年，却只字未提。你跟周建华认识10几年，孙浩，你在这局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孙浩，你在这局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没告诉你，是不想让你有欠人情的心理负担。所以你也知道他们骗走了我老婆120万？这我真不知道，我以为李明泽最多就是偷你的方案。宇哥，你要不就跟着周总干吧，他就只想找个有技术的人。再说吧。收拾的怎么样了？李总，骗我老婆的那120万什么时候还？张宇，我劝你别自误，项目现在是我的，设计方案是公司资产。骗钱、抢方案，把我踢出去，你真是好手段。咱们走着瞧。
周总，我答应您。张哥不好了，李明泽准备全城封杀你。张哥不好了，李明泽准备在下周的行业会议上公开指责你的设计有漏洞，他要彻底把你挤出航城设计圈。他想毁了我，我就让他先栽个大跟头。宇哥，徐静怡把他跟李明泽的微信记录全导出来了，这是我托内部朋友搞到的李明泽的转账流水，够狠。你去联系媒体记者，告诉他们1周后的行业会议上会有意想不到的秘密。这是我带领团队日夜攻坚的原创成果。接下来是提问环节。李总，这套方案真的是你做的？当然。那就好。李总，抄袭了我的方案，还骗走我老婆120万，你还真是好手段！假的，造谣，这是造谣！宇哥，条件是简陋了点儿，但好歹是你自己的地盘了。先把南湖新苑这单干完，拿到第一笔预付款，咱们就换个正经写字楼。张哥，我辞职了，以后我跟着你干。你疯了？我这儿连5险1金都还没搞定，你跑来跟着我喝西北风？在华泰待着憋屈，李明泽虽然被停职了，但上面派了个更难伺候的。张哥，我信你的技术，管饭就行。张宇，公司弄好了，刚安顿下来。周总，下午我就把项目推进计划表发您。不急，为了咱们合作顺畅，我派了个财务总监过去协助你，他叫林轩，应该快到了。财务总监协助，不就是在我身边安插个眼线？张总你好，我是林轩，周总让我来协助你的。这是南湖新苑首期预算的调整方案，周总已经看过了，你签个字，预付款今天就能到账。林总监，这是什么意思？张总，做生意要会算账，真植物的后期维护成本太高，换成高仿材料，视觉效果差不多，利润能提高3个点。这是做设计，不是摆地摊。这文件我不会签。张总，你是个搞技术的，可能不太懂。周总只是让你负责设计，字你可以不签，但首期的钱，你这房租、水电，还有你这位新员工的工资，拿什么发？绿化预算的事儿，您知道吗？张宇啊，林轩也是为了利润考虑嘛。你在设计上是内行，但控成本他是专家，你们商量着来，实在不行就各退一步。各退一步，这老狐狸分明是在试探我的底线。如果现在我妥协了，那以后在雨辰设计，到底是我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周总，如果非要换材料，这项目我就做不了了。张宇，年轻人有傲气是好事，但别意气用事，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张总，看来今天谈不拢了，没关系，我明天再来。张哥，咱们是不是把金主得罪了？得罪就得罪，我等会儿去趟工地，看看能不能在其他工序上挤点预算。老陈，谁让你进这种劣质材料的？老陈，谁让你进这种劣质材料的？张工，哦不，张总，这货不是我要进的，是上面批的条子。哪个上面？林轩吗？没有我盖的公章，谁敢批这个条子？张总，
您自己看吧，章是盖了的，字也是签了的。雨辰设计的公章昨天才刻好，一直锁在孙浩租的保险柜里，除了我，只有他知道密码。宇哥，孙浩，最好给我一个解释。宇哥，对不起，林轩昨天晚上找了我，他说如果我不签，周总会立刻终止跟你的合同。放屁！终止合同我赔得起，你凭什么替我做主？你赔得起？你拿什么赔？宇哥，你以为他为什么非要跟我认10几年？5年前我的工程出了事故，是周建华拿300万把我捞出来的，我欠他一条命。如果这字我不签，咱俩都完蛋。原来我们走到这一步了。张总，后院起火的滋味好受吗？张总，后院起火的滋味好受吗？你欠周建华的，我帮你想办法。以后我的事，你别再插手。宇哥，你斗不过他的，低个头吧。低头？我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再低头就是万丈深渊。吃饭了吗？吃不下。宇哥，如果实在太难，咱们就不干了，大不了把房子卖了，换个小点的地方，我也可以出去找工作。世态炎凉，唯有他始终如一。不用卖房，还没到那一步。明天我去见个人。金总，这批货我要了，按废料价走，尺寸问题我已经改过了，你只管出货。张工，你这技术绝了！行，当交个朋友，这批货便宜给你。老陈，把那些劣质材料全部退回去。张总，那林总监那儿……张总，好久不见啊！听说你在到处找材料，巧了，你们手上这批材料就是我的。张宇，整个杭城，我看今天谁敢把货发给你。张宇，整个杭城，我看今天谁敢把货发给你。是吗？金总，我的货发车了吗？张老弟放心，5辆大卡车，半小时后准时进场。老金，你哪来的预算？李明泽，你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忘了我们这行到底靠什么立足。我改了支撑钢架的受力结构，减少了20%的承重钢材损耗，我不需要追加1分钱预算，照样能把垂直绿化做成顶级标准。张宇，谁允许你私自换供应商的？林总监，账目清清楚楚，总预算没有超出1分钱，而且材料质量远超预期。如果你觉得周总会因为我给他省了钱，提高了工程质量而生气，你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张宇，干得漂亮，用技术解决成本，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周总过奖了，分内之事。既然南虎新苑上了轨道，有些更核心的圈子，你也该接触接触了。明晚8点来成都新城的望江阁。包间里，晶莹的吊灯晃得人眼晕。坐在周建华左手边的，正是华泰设计公司的老总赵德海。10几天前，就是他亲笔在我的裁员通知上签的字。张宇，愣着干什么？过来坐。我硬着头皮走过去坐下。小张啊，听说你单干了，南湖新苑这项目最后还是落回你手里，这就是缘分。咱们华泰出去的人就是有本事。赵总记性不好，我是被华泰裁掉的，不是自己出去的。哎，那都是李明泽在中间搞鬼。他蒙蔽了管理层，说你私接私活，现在真相大白，他已经被开除了。小张，华泰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咱们跟周总一起把滨江科技城的项目拿下，怎么样？我瞬间明白了这场饭局的意义。周建华在试探我，如果我今天接了赵德海的橄榄枝，就证明我张宇是个没有底线，谁给肉就跟谁走的狗。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举在半空。赵总，李明泽是李明泽，华泰是华泰，没有您的默许，他一个副总开除不了一个项目总监。过去的事儿翻篇了，我现在代表的是雨辰设计。我将茶水一饮而尽，重重放下杯子。这杯茶敬您，以后再商言商，咱们各凭本事。赵德海脸色铁青，周建华却在一旁哈哈大笑，端起酒杯打圆场。饭局结束后，赵德海阴沉着脸先走了。张宇，知道我为什么叫他来吗？华泰的资金链断了，撑不过下个月。我要你回去挖空他们的底子。挖空华泰？对，南湖新院只是开胃菜。滨江科技城需要一个庞大且成熟的设计团队。你的雨辰现在是个空壳，最快组建队伍的方法就是吃掉华泰的核心骨干。这老狐狸步步为营，他不用华泰，却要华泰的人才，还让我去当这个恶人。周总，这活我接了。我没有犹豫，华泰当初怎么对我现在就怎么还回去。第二天，我把小赵叫进办公室。小赵，联系你在华泰玩得不错的兄弟，今晚我请客喝酒。当晚的大排档来了7、8个华泰的骨干，都是以前跟着我熬夜画图的兄弟。几杯啤酒下肚，大家开始大吐苦水。赵德海为了填补亏空，不仅拖欠工资，还疯狂压榨员工。张哥，我们早就不想干了。废话不多说，我张宇现在接了南湖新院的项目，资金充裕，愿意跟我干的，工资涨2成，5险1金交最高档。但我有言在先，来了就要拼命。众人面面相觑，显然心动了，但还有顾虑。张哥，不是兄弟们不信你，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你那刚起步，没有万一。我掏出一份盖了章的银行资信证明拍在桌上，这是今天刚让林轩去办的，预付款已经到账，跟我走，明天就签合同。就在大家准备举杯时，大排档的门帘突然被人掀开，全场瞬间安静，我心里咯噔一下。王师傅，老王背着手扫视了一圈桌上的年轻人，冷着脸走到我面前。我心里有些发虚，以为他是代表华泰来砸场子的，毕竟他在华泰待了20年，对公司感情最深。张宇，出息了啊！挖墙脚挖到你师傅头上了。师傅，华泰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我不能看着兄弟们。行了，别废话，这是我的辞职信，明天一早递给赵德海。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画几年图？你这儿还缺不缺看场子的？我眼眶一热，紧紧握住老王满是老茧的手。有了老王这根定海神针，这支队伍算是彻底立住了。不到3天，华泰设计部12名核心骨干集体离职，雨辰设计的办公区瞬间被填满，项目推进速度呈指数级上升。但这繁荣没维持多久，麻烦就来了。发薪日当天，财务总监林轩却卡住了这12个人的工资审批。张总，周总批的预算里只包含你和小赵的人工费，突然多出这么多人，账上走不通。这是做南湖新院必须的人手。林轩，别拿鸡毛当令箭，不发工资大家喝西北风吗？规矩就是规矩。我正要发作，老陈的电话像催命一样打了进来。张总，赶紧来工地，特大暴雨，咱们刚装好的绿化外墙结构可能扛不住了。我冲出办公室，冒着倾盆大雨驱车赶往工地。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是杭城今年入秋以来最大的一场。老陈在雨中急得直跺脚。张总，风太大了，咱们换了轻量级的承重钢，我怕墙体会被连根拔起啊！如果绿化墙塌了，整个项目就彻底毁了。我张宇在杭城也会永不翻身。这才是林轩敢卡我资金的底气，他在等我出丑。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戴上安全帽，抓起手电筒，直接冲向脚手架。张哥，危险！小赵在后面大喊，我没理会，踩着湿滑的钢管爬上3楼外墙。狂风呼啸，甲藤蔓在风中疯狂摇摆。我一寸寸检查受力点，手电筒的光柱在雨中穿梭。10分钟后，我从脚手架上跳下来，浑身湿透，但嘴角却露出了笑意。没事儿，承重结构纹丝不动，力学传导全部分散到了主墙体上。老子的设计，台风来了也刮不倒。这一幕被我特意安排在车里躲雨的林轩看了个清清楚楚。第2天上午，暴雨停歇，南湖新院的绿化墙在洗刷后显得更加逼真牢固。周建华亲自带着几个甲方高层来视察，对工程质量赞不绝口。张宇，干得漂亮！我转头看向站在一旁脸色有些尴尬的林轩，淡淡的说：“周总，工程进度提前了15%，兄弟们功不可没。但这工资立刻发。林轩，雨辰设计的人事全归张总，以后工资按时走账。”林轩咬着牙点了点头。打赢了这漂亮的一仗，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却没有闻到往常的饭菜香。客厅的茶几上静静地放着一份文件，上面写着4个大字：离婚协议。我呆立在茶几前，卧室的门开了，徐静怡拖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走出来。她没有哭，
眼神出奇的平静，就像一潭死水。静怡，你这是干什么？宇哥，字我签好了，你看看有没有问题。房子、车子我什么都不要，我净身出户。我问你干什么？徐静怡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终于红了。宇哥，我留在这里只会拖累你。那120万是我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每次看到你这么拼命，我心里就跟刀割一样。钱没了可以再赚。我们结婚7年，为了这点事，你就要跟我离婚？不仅仅是因为钱，宇哥，有些事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李明泽当初骗我的时候，透露过一个消息。什么消息？他说那1亿的大项目根本就不是周建华一个人能吃下的，背后有大人物在插手。李明泽说，周建华找你合作，只是想找个懂技术的白手套。一旦工程出事，所有的责任都是总设计师的。他是在拿你当替罪羊。我脑子里轰的一声，替罪羊白手套，难怪周建华对我这么宽容，难怪他让我组建独立的设计公司，甚至在合同里同意我可以随时退出。因为一旦出事，雨辰设计就是第一责任人，他随时可以切割。徐静怡提着行李箱推门而出，我没有追，因为我的手机屏幕亮了。孙浩发来一条加密短信：宇哥，周总今晚带人去了地下钱庄，李明泽失踪了。孙浩发来的短信让我神经紧绷，我立刻拨通孙浩的电话。浩子，怎么回事？地下钱庄动手了？没动手，那帮催债的只是把李明泽堵在巷口骂了一顿，连根手指头都没碰。结果李明泽这孙子吓破了胆，连夜卷了剩下的几万块钱跑了。我松了口气，没有暴力催收，没出人命就好。李明泽这种懦夫，跑了反而是他最好的结局。挂断电话，我坐在空荡荡的沙发上，脑海里不断回放徐静怡临走前的话：白手套拿你当替罪羊。我猛地站起身，冲进书房，打开电脑，直接登入杭城市地质勘探公开数据库，调取了滨江科技城那块地的地质勘探报告。鼠标飞速滑动，一行行枯燥的数据在我眼前掠过。突然，我的目光死死盯在了一行参数上：深层土壤含水率异常，存在大面积暗河与淤泥层。我惊出一身冷汗，这块地根本就是一片伪装的沼泽。如果按照周建华发给我的初步设计大纲，采用常规的独立技术等装，一旦大楼建起来，不出3年，必定发生严重的不均匀沉降，甚至楼体开裂倒塌。我终于明白周建华为什么要找我了，他根本不是想要什么省里的关系。李明泽编造那些官场谎言，只是为了吓唬徐静怡。周建华的真正目的是要利用我这个急于求成、没有背景的独立设计师。只要我在图纸上盖了章，一旦大楼出事，所有的工程设计事故责任、巨额赔偿甚至牢狱之灾，全是我张宇一个人背。而他周建华早就拿着开发利润安全抽身，这根本不是什么商业合作，这是一张吃人的工程陷阱。第二天一早，我红着眼眶冲进办公室，把地质报告狠狠拍在桌上，刚准备跟老王师傅摊牌，财务总监林轩推门进来了。张总，滨江项目1期设计书，把字签了吧。我死死盯着林轩递过来的那份1期设计书，没有接。怎么了，张总？只是走个流程，周总说了，后续施工可以再微调。微调？林总监，滨江那块地下面全是淤泥层，你这份设计书上写的是常规条形基础，这是在建楼还是在建坟？这字我不可能签。张宇，搞清楚你的身份，你只是个画图的，不是地质专家。老板让你怎么画，你就怎么画。我是总设计师，我必须对图纸上的每一根钢筋负责。吵什么？老王师傅掀开门帘走了进来，他看了看剑拔弩张的我们，拿起桌上的地质报告扫了2眼。老王原本浑浊的眼睛瞬间瞪圆了，手也跟着抖了起来。荒唐！这种地质条件用条形基础，楼不塌我名字倒过来写。张宇，这字儿绝对不能签。张宇，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你不签，南湖新苑这边的2期工程款，今天1分钱也别想进账。没有钱，我看你拿什么给外面那10几个兄弟发工资？你拿南湖的项目威胁我，你也太高估自己了。这不是威胁，是规矩。明天上午10点之前，字签不好，雨辰设计的公账我会直接冻结，你自己看着办。门砰的一声关上，小赵和其他几个兄弟在门外听到了动静，纷纷围了过来，脸色都不好看。张哥，到底怎么回事？资金要断了！小赵焦急地问。我颓然地坐回椅子上，捏着眉心，把周建华的毒计全盘托出。大家听完，办公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怕个鸟！咱们是干技术的，只要能用技术把这个地基改好，控制在周建华的预算里，我看他还有什么话说。师傅说的对，周建华要的是低成本，我们要的是绝对安全。只要能拿出一套既省钱又抗沉降的地基方案，他林轩就没有理由卡我们的脖子。
可是张哥，那地块那么大，要重新设计地基结构，还要做受力模拟，最快也得半个月啊！1天不够，就跟他硬拖。大家听好了，手头的活全部放下，全员突击滨江项目的地基重构。小赵，你带人负责地质数据建模，师傅，您负责结构验算，我来统筹核心方案。兄弟们齐刷刷地撸起袖子。接下来的3天是雨辰设计成立以来最黑暗也最热血的72小时。林轩果然停了南湖新苑的款项，包工头老陈每天打10几个电话催账，工人情绪激动，甚至有人扬言要停工。我只能厚着脸皮把手头仅剩的几万块离职补偿金全垫进去买盒饭，稳住工人的情绪。办公室里咖啡罐堆成了山，图纸废纸扔得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双眼通红，像上了发条的机器。第3天深夜，张宇，受力机制快到了。我站在他身后，死死盯着那个红色的受力柱状图。只要柱状图变绿，方案就成了。如果爆红，我们这3天的努力就全盘作废，公司也只能原地解散。小赵敲下回车键，进度条开始缓慢推进。屏幕突然猛地闪烁了一下，随后整个界面弹出了一行硕大的刺眼红字：参数超标了。不可能，哪里出错了？承载力明明够的。老王师傅凑近屏幕，指着左下角的一个不起眼的数据点：整体承重没问题，但西北角的局部沉降超出了安全阈值3毫米。3毫米在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但在建筑力学里，这3毫米足够撕裂一堵承重墙。改配筋率，西北角的微型桩密度增加15%，把受力网拉密。小赵红着眼眶，双手颤抖着重新输入数据，再次点击运行模拟。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电脑风扇疯狂运转的轰鸣声。进度条再次爬升，越过95%的关卡，叮的一声脆响，屏幕上跳出绿色的 PASS 字样，成功了。我们用纯粹的技术实力，硬生生砸出了一条既安全又廉价的地基解决方案。打印出来，全部盖上公章。我抓起从打印机里扯出还带着热气的图纸。小赵，你跟我走。师傅，您带兄弟们回家睡觉。上午9点，我带着小赵来到了鼎盛地产总部总裁办的大门口。林轩正跟周建华汇报工作，看到我气势汹汹的进来，他冷笑一声：“张总，终于想通了，来签字了。”对，来签字。周总，这是滨江项目1期地基设计图，造价比您原来的预算还要低200万，但抗沉降等级达到了国家甲级标准。周建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坐直身体，戴上老花镜，翻开图纸仔细看了起来。林轩脸色大变：“张宇，你擅自修改设计，谁给你的胆子？”闭嘴！周建华突然怒喝一声，他没有看林轩，而是死死盯着图纸上的核心受力分析图，猛地抬起头看向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周建华摘下老花镜，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张宇，我小看你了，3天时间能弄出这么一套滴水不漏的方案，老王没少出力吧？这是我们雨辰设计全员的成果。周总，既然方案能省钱又安全，现在是不是可以把南湖新苑的工程款解冻了？按张总说的办，5分钟内让财务把款打过去。周总，这……林轩急了，但接触到周建华冰冷的目光，硬生生把后半句话咽了下去。掏出手机走出了办公室。张宇，坐。年轻人有冲劲，懂技术，这很好。但做大生意，光懂技术是不够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全新的补充协议，推到我面前。你的新方案我接受了，但滨江这块地情况特殊，施工难度极大。为了保证进度，这份施工监理转明，你得签一下。我低头扫了一眼协议，血压瞬间飙升。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因施工队未严格按照图纸作业导致的安全事故，雨辰设计作为总设计方，必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好狠的手段，地基陷阱被我用技术破解了。他又立刻刨出了施工陷阱。周总，这协议我不能签。设计归设计，施工归施工。我张宇只对自己的图纸负责。张宇，你以为你现在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就算南湖新苑的款拨给你了，滨江这个项目你要是出局，你的公司照样活不过年底。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的下摆。周总，您说的对，做生意不能只懂技术。我从公文包里掏出另一份文件，扔在桌上。周建华狐疑地拿过那份文件，只看了一眼，脸色瞬间煞白，拿着文件的手竟然止不住地颤抖起来。周建华死死盯着那份文件，手背上的青筋都凸了起来。那是一份昨天刚刚由市建委下发的关于滨江沿岸特殊地质建筑标准的新规，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针对该类淤泥暗河地质，严禁使用常规条形基础。开发商若违规强建，将面临无限期停工整改及巨额罚款。周总，新规昨天下午刚挂在官网上，您之前的那套图纸，连建委的初审都过不了。
现在整个航城只有我的设计，能让滨江科技城合法合规的破土动工。周建华的脸色像吞了只苍蝇一样难看，他算计了一切，却没算到政策的突变。你想怎么样？我不签任何连带免责协议。我是总设计师，我只为我的图纸负责。周总，现在是您需要我，不是我求您。包间里安静的能听见时钟的运转声。足足过了1分钟，周建华突然笑了一声，一把将那份免责协议撕成2半。好小子，有种！他把碎纸扔进垃圾桶。按你说的办，但你最好保证你的图纸在施工时别出任何岔子。只要施工队听指挥，图纸就不会出岔子。我转身往外走，这场没有硝烟的博弈我赢了，但我知道周建华绝不会就此罢休。刚走到楼下，小赵的电话就火急火燎地打了进来。张哥，你快来工地！包工头老刘带着工人罢工了，死活不按咱们的新图纸施工。我赶到滨江工地时，现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包工头老刘坐在钢筋堆上，指着小赵的鼻子骂：“你们这帮坐办公室的懂个屁！微型桩还要分层浇筑，这要耽误老子多少工期？我们是按米算钱的，这么搞，兄弟们喝西北风啊！”我大步走过去，这里是工地，按规矩办事，图纸怎么画你就怎么干。张总，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林总监可是发过话了，进度第一。哼，你这么卡我们，我只能给林轩打电话了。说着，他掏出手机拨通了林轩的号码。电话里传来林轩冷冰冰的声音：“张宇，工程进度拖不得，施工方法上你们相互让步妥协一下。”妥协？我一把夺过老刘的手机，对着麦克风冷笑：“林轩，地基是整栋楼的命脉，少一道工序，楼就得塌。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不按图纸施工，我绝不在验收单上签字。没有我的签字，你们谁也别想拿到1分钱工程款。”说完，我直接挂断电话。我指着工地大门，声音盖过了远处的挖机声：“老刘，要干就按我的标准干！”闲麻现在就带着你的人滚蛋，我马上换别的施工队进场。老刘被我的气场镇住了，咬了咬牙，最终没敢再吭声，灰溜溜的招呼工人重新开工。我刚松了一口气，一抹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满是灰尘的工地门口，是徐静怡。我愣在原地，看着徐静怡穿过泥泞的工地走到我面前，她没有了以前当全职太太时的那种精致。你怎么来了？我来取样。我现在在中城建材检测中心做基层业务员。你们这批混凝土进场，第三方必须抽检取样。看着他，我心里五味杂陈。他没有要我的房子和钱，净身出户后，竟然真的找了份最底层的风吹日晒的工作，想要重新站起来。好，小赵，带他去3号车抽检。徐静怡跟着小赵往前走，经过我身边时，他突然停住脚步，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快速说了一句：“宇哥，查一下第3辆进场的商混车，标号不对，水泥被调包了。”我瞳孔猛地一缩，等徐静怡走远，我立刻快步走到第3辆混凝土搅拌车前。我抓起一把刚刚卸下来的混凝土，颜色和粘稠度明显不对，这根本不是我要求的 C40高强度混凝土，而是低价的 C25标号。老陈，这批水泥谁验的货？你想死是不是？张总，这不是我定的，这批货是老王师傅亲自签字放进来的啊！我如遭雷击，老王师傅，我最敬重的恩师，刚刚跟着我从华泰叛逃过来的首席工程师，竟然在工程材料上做手脚。我连车都没开，直接打了个车冲回雨辰设计办公室。老王师傅正带着老花镜坐在桌前仔细核对2期的图纸，看到我气喘吁吁的冲进来，他放下笔，我把那张商混进场单啪的一声拍在他桌上。师傅，您告诉我，为什么第3辆车的标号会是 C25？ 办公室里其他兄弟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震惊地看着我们。老王沉默了很久，慢慢摘下老花镜。张宇，是我签的字。为什么？您教过我，建筑师的底线在图纸上，在材料里。您为什么要放这种劣质水泥进场？那家供应商是我儿子的厂子，厂子快倒闭了，催债的逼得他要跳楼，他求我收一批底料，我一时糊涂。我看着眼前的人，心像被狠狠揪住了一样。师傅，这批料必须全部退回。从今天起，您不能再负责材料审核了。老王默默地点了点头，颤巍巍地站起身，开始收拾东西。他没有怨言，只是在经过我身边时，偷偷将一把黄铜钥匙塞进了我的手心。张宇，打开我桌子最下面那个锁着的抽屉，关于周建华的底细，里面有你需要知道的东西。深夜，我用那把黄铜钥匙打开了抽屉，里面只有一本泛黄的旧日记本。这是老王10年前跟着周建华做第1个项目时的施工日记。我翻开日记，
越看心越惊。周建华惯用的伎俩在上面记载的清清楚楚，他会故意让手下人去诱导设计师，制造出一些小瑕疵或违规采购。一旦设计师有了把柄，周建华就会在关键验收环节发难，逼迫设计师在不合格的总体图纸上签字，从而套取巨额的工程造价差额。我瞬间惊醒，劣质水泥是周建华的人设下的圈套。既然材料被动了手脚，那工地现场绝对还有更致命的陷阱。我立刻拨通小赵的电话。小赵，现在马上去查一期地基所有主承重柱的钢筋笼，看有没有被人动过。半小时后，小赵的电话打了回来。张哥，出事儿了！西北角的8个主承重钢筋笼，里面的螺纹钢被人全部换成了劣质的细钢筋，而且什么？明天一早就要封模浇筑了。如果现在拆掉，工期绝对赶不上。明天验收组就要来突击检查了。张哥，这要是查出来，咱们不仅公司要破产，还得进去蹲局子啊！我跌坐在椅子上，浑身冰凉。周建华这一招釜底抽薪，是想在明天早上彻底把我张宇钉死在耻辱柱上。离建委视察只剩不到12个小时，我匆忙地赶到工地，我指着西北角的钢筋笼，对着小赵和老陈大吼：“拆！”张哥，你疯了！现在拆了，明天的进度绝对完不成，这是严重违约。如果把这些废铁埋在地底下，楼塌了我们就是罪人。马上叫醒所有人，今晚双倍工我个人出，连夜给我把这劣质钢筋全部拆了，换成合格的国标件。工人们骂骂咧咧的被叫起。张总，大家伙都累一天了，这黑灯瞎火的3倍！我张宇砸锅卖铁，也绝不拿人命开玩笑。重型机械重新轰鸣，我们在入秋的寒风和泥泞里，一根一根的拆除，再一根一根的重新绑扎钢筋。老王师傅没有走。他站在泥水里，浑身发抖地帮着递钢筋。张宇，师傅对不住你，这返工的钱，我卖老家房子赔给你。师傅，现在不说这个，先把活干完。我没回头，拿着游标卡尺，死死核对每一根新绑扎钢筋的直径。整整一夜，我没有合眼，手掌磨出了血泡，泥水和汗水浸透了衣服，冷风一吹，刺骨的凉。天蒙蒙亮时，合格的钢筋笼终于全部绑扎完毕，混凝土搅拌车开始轰鸣着浇筑。我长舒了一口气。双腿一软，瘫坐在泥地里。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车稳稳停在工地门口。周建华走下车，他看着满地狼藉和明显延期未完工的基坑，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径直走到我面前，将一份文件重重的甩在我的胸口。张宇，你给我一个解释。我强撑着站起来，直视周建华的眼睛。周总，昨晚进场的钢筋标号不对，为了安全，我连夜下令拆了。进度确实耽误了半天，但我保证地基质量万无一失。周建华冷笑一声，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张宇，我不懂你们那些高尚的职业道德，我只看合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今天早上8点必须完成第1层浇筑。你延误了，这就是事实。我要的进度和结果，既然你没做到，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这是解约通知书。按照合同，你们雨辰设计不仅拿不到后续的工程款，还要赔偿停工损失。没有任何阴谋诡计，只有冰冷的商业规则。周建华转身上了车，扬长而去。工地彻底停工了。老陈带着工人围了上来，大家都没说话，但眼神里的焦急显而易见。老陈，算一下工人们的工钱，包括昨晚的3倍加班费，1分不少，下午结清。傍晚，雨辰设计的办公室里空空荡荡，兄弟们拿了遣散费，默默地收拾东西离开。小赵走在最后，红着眼圈叫了一声：“张哥，走吧。”是我连累了大家。我坐在光秃秃的办公桌前，夜深了，我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感觉前所未有的疲惫。就在我准备离开时，办公室的门被人轻轻推开了，一个瘦弱的身影站在门口，是徐静怡。吃点东西吧。徐静怡把保温盒放在桌上，打开盖子，是热腾腾的排骨汤。我听老王师傅说了工地的事儿。我没说话，默默地端起碗，汤很暖，顺着喉咙一直暖到胃里。宇哥，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不知道，公司破产了，我还背了一屁股债，可能只能去工地上搬砖了。徐静怡从包里拿出一份皱巴巴的文件，推到我面前。我这几天在跑基层的材料检测，打听到了一个小活儿。老城区红星社区的一个废弃锅炉房，街道想改成社区阅览室，预算卡得非常死，只有5万块钱，正规公司都不愿意接。我翻开文件，面积不大，但结构极其老旧，5万块钱连买好点的建材都不够，更别提设计费了。接不接？虽然没钱赚，但总比闲着强。接，我需要设计，哪怕是不赚钱的设计，来证明我还活着。第二天，我提着工具箱，一个人来到了红星社区。老旧的锅炉房阴暗潮湿，墙皮大面积脱落，散发着一股霉味。没有团队，没有预算，我亲自抡起大锤，开始砸那堵碍事的非承重隔断。
灰尘扑面而来，我却觉得心里异常踏实。就在我砸下第5锤时，墙体突然发出令人牙酸的开裂声。我用手电筒一照，头皮瞬间发麻。墙皮脱落后，露出的竟然是一根已经严重生锈、弯曲变形的主承重钢柱。那根变形的承重钢柱像一颗定时炸弹，如果强行改造，整个屋顶随时会塌下来。社区主任赶了过来，看着裂缝直叹气。张工，实在不行就停了吧。咱们这5万块钱，连换这根柱子的材料费都不够，更别提施工了。不能停，换柱子太贵，我们就利用它。我跑遍了附近的废品收购站，用极其低的价格买回了一批废旧的无缝钢管和角铁。我借来电焊机，亲自上手，围绕着那根弯曲的承重柱焊接了一个伞状的支撑结构。这个结构不仅完美的分散了屋顶的荷载，我还把角铁向四周延伸出去，做成了错落有致的书架。原本危险的缺陷，硬生生被我改造成了阅览室里最独特的工业风视觉中心。为了解决采光和潮湿，我在屋顶开了几个小天窗，利用几面便宜的2手镜子进行折射，把阳光精准地引入了室内最暗的角落。半个月后，阅览室完工。没有昂贵的材料，没有复杂的装饰，只有最纯粹的空间逻辑和受力之美。开放那天，社区的大爷大妈们挤满了阅览室，阳光透过天窗洒在工业风的书架上，孩子们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看书。我站在门外看着这一幕，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这比签下几千万的合同还要痛快。小伙子，设计的不错。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回过头，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看着我，他递过来一张名片，有空来我这儿喝杯茶，我手里有个活儿，正缺你这样踏实的人。我接过名片看了一眼，上面印着杭城启明私立职业技术学院，老校长林振华。第2天，我按照地址来到了启明学院。学校位于半山腰，建筑有些老旧，但环境清幽。林老校长在简陋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张宇，红星社区的阅览室我去看过，用废旧钢材做承重支撑，既省钱又安全，心思很巧。林校长倒了杯茶推给我。我们学校拿到了教育局的一笔专款，准备在后山扩建一栋实训楼。他展开一张地形图，后山坡度大，地质不稳，很多大设计院的方案都要做大规模的地基平整，造价太高，专款根本不够。我看了一眼地形图，脑海里迅速勾勒出等高线。校长，大规模平整确实费钱又破坏环境，不如采用阶梯式退台设计，顺应山势，让建筑像长在山坡上一样。这就对了，我不要花里胡哨的外观，我要的是实用、省钱、绝对安全。这活儿我直接委托给你。被行业抛弃后，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个正经项目，没有潜规则，没有利益交换，全凭技术说话。林校长放下茶杯，话锋一转。不过，阶梯式建筑的结构、受力非常复杂，为了确保绝对安全，学校专门聘请了一位外部结构顾问。你的图纸必须经过他的严格审核才能动工。没问题，专业的审核我随时欢迎。正说着，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进来。办公室的木门被推开。当我看清走进来的那个人时，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看清来人，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这老王师傅，林校长，这就是您请的结构顾问。林振华点点头，倒了杯茶递给老王。王工虽然前阵子出了点变故，但在地基结构这块，他在杭城干了30年，没人比他更懂这片山的土质。老王没接茬，也没看我，只是翻开我的图纸，掏出红笔。张宇，我今天坐在这儿，只认图纸不认人。你这套阶梯退台方案，受力分析做得太理想化了。他用红笔在图纸的等高线处重重画了个圈。后山常年有地下水渗漏，土壤抗碱强度达不到你的预设值，一旦遇上连阴雨，你设计的这种浅埋式挡土墙绝对会发生滑移。我走过去，死死盯着他画圈的地方，脑子里飞速带入公式验算。他说的对，我只考虑了建筑本身的自重和静态土压力，忽略了山体水土流失带来的动态荷载。如果真按我的图纸施工，遇上暴雨，实训楼随时会滑下山坡。师傅，您说怎么改？加深基槽，改用抗滑桩，成本会稍微超一点，但能保绝对的安全。我们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因为一个个受力数据展开激烈的争论。没有商场的阴谋，没有算计，只有2代建筑人最纯粹的技术碰撞。就在我们刚敲定抗滑桩的最佳深度时，桌上的办公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林校长接起电话，脸色瞬间大变。你说什么？挂了电话，我们3人立刻戴上安全帽，直奔后山。工地现场，挖掘机的履带停在半坡，一条宽约半米、深不见底的岩石裂缝横亘在原本规划的2号实训楼正下方。老王蹲在裂缝边，捏起一把碎土搓了搓。麻烦了，岩层断裂，抗滑桩打下去没有着力点，这块地根本承载不了5层楼的重量。
如果把楼往后退10米，避开断裂带呢？不行，后退10米就是生态保护红线区，不仅劈不下来，还会破坏原有的山体泄洪道。如果不改指，预算又卡得死死的，这简直是个死局。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一辆面包车颠簸着开上山坡，车门拉开，徐静提着沉重的超声波探测仪跳了下来。张工，接到办，派我们来做地质复测。他公事公办地打着招呼，动作麻利地开始架设仪器，看着他熟练地在泥地里布线打孔，我心里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滋味。那个曾经只会躲在家里哭泣的女人，现在已经能独自扛起沉重的仪器在工地上奔波了。静怡，重点测一下断裂带的深度和走向。知道。他盯着屏幕上的波形图，头也没抬。半小时后，徐静怡擦了把汗，把打印出来的波形数据递给我。宇哥，断裂带深度只有8米，8米以下是极其坚硬的微风化岩层。我眼睛一亮，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个大胆的构想。师傅，既然8米下是硬岩，我们干脆放弃抗滑桩，用高压注浆技术把这道断裂带填满，把它变成一堵天然的地下挡水墙。老王盯着数据大喊：“这想法太大胆了！如果注浆压力控制不好，岩层会被直接撑裂，整个山坡都会引发塌方。”常规注浆当然会撑裂岩层。我抓起一根树枝，在泥地上飞快地画起受力图。但如果我们采用分段隔离、低压渗透的工艺呢？先在裂缝两端打入微型钢管桩，再用双叶浆慢慢渗进去。我丢下树枝，看着老王：“师傅，您有30年的现场经验，注浆的火候您能不能拿捏住？”老王死死盯着地上的草图，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足足过了1分钟，他猛地一拍大腿：“只要材料配合比不搞鬼，这活我能盯下来。”好，材料我亲自去盯场。静怡，注浆过程中的超声波实时监测，就靠你们了。没问题。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吃住都在后山工地。注浆那天下起了淅淅沥沥的秋雨，山坡上泥泞不堪。老王穿着雨衣，亲自站在泥浆泵旁，盯着压力表的指针。我拿着对讲机在裂缝上方随时通报情况。徐静怡则蹲在临时搭建的防雨棚里，双眼紧盯着超声波仪器的屏幕。压力0.5兆帕，正常。浆液扩散半径达到1.2米，没有异常反射波。雨越下越大，泥浆顺着山坡往下流，我们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到了极点。突然，泥浆泵发出一阵沉闷的嘶吼：“别压了，压力表在狂飙，下面有东西死死堵住了！关机，立刻关机！”老王眼疾手快，一把拉下了泥浆泵的总闸，轰鸣声骤停，四周只剩下哗啦啦的雨声。我连滚带爬地冲下山坡，来到注浆口。怎么回事？徐静怡抱着检测仪冲了过来，屏幕上的波形图乱成一团。宇哥，3号注浆孔地下4米处遇到高密度阻力层，不是石头，像是一大块金属。金属？这荒山野岭的地下4米，哪来的金属？挖开看看！工人们抡起镐头和铁锹，在雨中小心翼翼地往下挖。2小时后，当的一声脆响，铁锹碰到了硬物，清理掉周围的泥土，所有人都愣住了。那竟然是一辆生锈变形的老旧推土机的履带残骸，估计是几十年前开荒时遇到塌方被掩埋在下面的。这堆废铁刚好卡在裂缝的喉口，挡住了泥浆的去路。虚惊一场。残骸被吊车清理出来后，注浆工程再无阻碍。半个月后，断裂带被彻底固化，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地下屏障。大楼的基础终于稳稳地扎进了后山。半年后，实训楼顺利封顶，没有超支，没有安全隐患，大楼阶梯状的外观完美融入了山势，质朴而稳重。竣工验收那天，林校长看着崭新的大楼，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我走出学校大门，正准备放松一下，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在我面前，车窗降下，递出了一份印着绝密级别的红头文件。我犹豫了一下，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里坐着的是市建委的李主任，当初在滨江项目工地，就是他当场表扬了我砸掉劣质钢筋的行为。张宇，启明学院的实训楼项目，我看了验收报告，能在苛刻的地质条件下，用最省钱的方法解决问题。你的技术很扎实，市里马上要启动老城记忆历史街区微改造项目，不搞大拆大建，要求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的前提下，彻底解决老城区的下水和消防隐患。我翻开文件，这是一个极其考验设计功底的细活。老建筑的砖木结构脆弱，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大面积坍塌。这个项目是全公开招标，没有任何背景加成，纯盲审。我希望你能代表年轻一代的独立设计师，拿个方案出来，我参加。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研究了1周的老城区建筑图纸。我决定采用微管廊技术，在不破坏青石板路面的情况下，利用地下废弃的老防空洞作为主管道走廊，
这是一个极其精密的拓扑学设计。2周后，我带着最终方案去竞标中心投递，在提交处的大厅里，我意外碰到了徐静怡。静怡，你怎么在这儿？宇哥，我刚考下了国家1级注册结构检测师的资格证，今天来市里报备注册。看着他自信从容的样子，我知道他真的开启了新的人生。对了，宇哥，我刚才在建委大厅的内部公示栏里看到了这次老城改造项目的初审名单，排在第1的方案，署名竟然是华泰设计公司。华泰设计公司之前资金链断裂，元气大伤，怎么还能在盲审中排在第1？徐静怡点点头，递给我一份资料。盲审只看方案不看公司。听说赵德海抵押了房产，高薪聘请了一个海归博士团队，他们主打的方案是全钢结构介入，用现代钢架从内部强行撑起老建筑。这种方法虽然稳固，但会彻底破坏老房子的内部空间和木结构的历史风貌，所以才需要答辩。宇哥，这是纯粹的技术较量，我对你有信心。几天后，竞标答辩会在市建委大厅举行。走廊里，我迎面撞上了华泰的老总赵德海，他身边跟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正是那位海归博士。张宇，没想到最后是我们2家争。赵总，这次全凭图纸说话。我平静地看着他，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商业算计，这才是建筑师该有的战场。答辩开始，海归博士率先上台，他的 PPT 做得极其华丽，全钢结构介入确实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老房子的承重问题。台下的评委频频点头。轮到我上台，我没有放绚丽的效果图，只展示了一张老城区的地下剖面图。各位专家，老城区的灵魂在于原汁原味，全钢介入是好，但破坏了建筑的呼吸感。我的方案是利用地下废弃防空洞走管线，地面青石板一块不掀。那位省建筑院的老泰斗推了推眼镜，目光锐利地盯着我。张工，防空洞年久失修，你凭什么保证它能承受现代管网的震动？一旦塌方，整个街区都会沉陷。全场肃静。海归博士在台下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我深吸一口气，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厚厚的检测报告。您说的对，安全是底线。为了验证防空洞的强度，我委托检测中心对街区地下的防空洞进行了为期10天的测试。这是徐静怡带队在阴暗潮湿的地下熬了10几个通宵，帮我做出的真实数据。我切换屏幕上的幻灯片，数据证明，当年的防空洞采用了高强度青砖券拱结构，承载力完全符合管廊标准。我们只需要在几个应力集中点做碳纤维加固，就能万无一失。老泰斗仔细翻看着检测报告，脸色逐渐缓和。数据做得很扎实，但是防空洞改管廊，通风防潮你怎么解决？管线一旦在地下发霉短路，那是致命的。海归博士此时站了起来，语气犀利。张总，地下封闭空间湿度极大，如果加装大型机械通风设备，造价和噪音都会严重超标。这与你宣称的微改造背道而驰吧？他的问题一针见血，直击方案软肋。赵德海在台下松了口气，似乎觉得胜券在握。我看着评委们探究的目光，不仅没有慌，反而笑了笑，按下了 PPT 的下一页。谁说我要用机械通风了？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老房子的屋顶特写，上面竖立着许多古老的青砖烟囱。老城区的房子，每家每户都有当年生火做饭留下的烟囱。随着现代燃气普及，大部分烟囱已经废弃。我的设计是把地下防洞的排气口与这些古建烟囱的底部全部打通。全场安静地听着，利用烟囱效应，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我们就能在地下管廊和老屋顶之间形成天然的空气对流，既解决了地下管廊的通风防潮，又盘活了历史遗留的建筑元素。老泰斗猛地一拍桌子，眼睛放光。好，借力打力，顺应自然，这才是真正的微改造，这才是懂老房子的设计师。答辩结束，结果当场公布。雨辰设计凭借独特的自然工法和严谨的数据支撑，全票中标。走出大厅，赵德海叫住了我：“张宇，你赢了，你的设计有灵魂，华泰输得心服口服。”我握住他的手，往日的职场恩怨在这一刻彻底消散。老城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我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老街的弄堂里，准备大干一场。开工第3天，包工头老陈开着小型挖掘机正在清理一处巷口，地下突然传来咔嚓一声脆响，老陈惊恐地大喊：“张总，挖出东西了！这活没法干了！”我赶紧跑过去，挖掘机的铲斗下露出了一块巨大的青石板，石板被磕碎了一角，下面赫然是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周围的街坊大爷大妈听到动静，全都围了过来。哎呦，
这是咱们街的龙眼井啊，几百年了，老祖宗留下的，可不能填啊，填了要坏规矩的。居民们情绪激动，纷纷挡在挖掘机前面，死活不让动工。老陈急得满头大汗，跑过来诉苦：张总，这口古井正好卡在咱们主水管的必经之路上，巷子太窄了，旁边就是老房子的承重墙，管子根本绕不过去。这要是停工，一天的设备闲置费可不少啊！停工！我蹲在井边，拿着手电筒往下照，井水清澈，井壁的青砖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巷子确实太窄，标准圆柱体的主管道根本塞不进古井与砖墙之间那点可怜的缝隙。回到临时办公室，我对着图纸抓头发，绕不过去，也不能填井，水管又必须从这儿走，这是一个死结。小赵在一旁喝着水，随口嘀咕了一句：“张哥，这管子要是能压扁就好了，塞进那条缝里，过了井再鼓起来。”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道灵光，猛地站了起来。对，压扁，马上帮我联系特种管材定制厂。我赶紧画出了一套非标管件的流体力学设计图。既然圆管过不去，我就把它改成异形的月牙管，让管材厂用高强度复合树脂定制一段截面呈月牙形的特殊管道。这段管子紧贴着圆形古井的外壁绕过去，虽然形状变了，但内部截面积不变，完全不会影响整体管网的水压和流量。小赵恍然大悟，猛地一拍大腿：“绝了！这就等于给古井穿了一件水管做的紧身衣。”3天后，定制的月牙管运到现场，在街坊们的注视下，我们指挥工人小心翼翼地将管道贴着井壁下放，完美地穿过了狭窄的巷道，古井保住了，自来水管网也顺利贯通。半年后，老城记忆项目完美收官，老城区焕然一新，防空洞管廊运转良好。老街坊们在修缮一新的弄堂里喝茶下棋。那天下午，我坐在雨辰设计的办公室里，整理着项目的竣工资料，心里踏实无比。前台递给我一个包裹，说是从山区寄来的挂号信。我拆开一看，里面没有工程合同，只有一张用铅笔画的歪歪扭扭的吊桥草图和一封满是错别字的求助信。包裹里是一封写在作业本撕下来纸上的信，寄信人叫李支书，是山区一个叫落石村的干部。信里说，村里唯一通向外界的木吊桥上个月被山洪冲毁了，现在几十个娃娃每天去对岸上学，只能靠一根生锈的溜索划过水流湍急的峡谷。他们凑了全村的钱，也只够买几根钢索。县里的大工程队根本不接这种没有水的危险活。我把信递给小赵和老王，小赵皱着眉：“张哥，这活不仅没钱赚，还得倒贴差旅费。咱们刚缓过点气，这就去搞扶贫了。”张宇，山区地质极其复杂，没有详勘报告，盲目接活风险太大。我看着桌上那张画得歪歪扭扭的草图，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娃娃们挂在破旧溜索上的画面。干我们这行，技术除了能赚钱，还得能救命。我站起身，把信折好放进口袋。小赵，去订2张去山区的硬卧。2天后，我和小赵坐着漏风的3轮车颠簸到了落石村，眼前是一道宽达30多米的深切峡谷，底下是浑浊咆哮的江水。对岸，几个背着书包的孩子正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拿出测距仪，刚准备工作，脚下的岩石突然碎裂，直直滚落江中。我猛地退后一步，抓起一块石头捏了捏，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小赵，麻烦大了，这峡谷两边的岩体全是酥脆的喀斯特熔岩。喀斯特熔岩怎么了？这就好比你想在一块饼干上打膨胀螺丝，建吊桥必须在两岸打深基锚固承重竹缆，这种岩层一旦竹缆受力，锚固点会被瞬间连根拔起，桥就会直接坠江。长工，之前有个县里的包工头来看过，也是这么说，摇摇头就走了。娃娃们命苦啊！我蹲在崖壁边看着对岸，脑子里飞速运转。张哥，要不咱们回去吧？这在工程学上是个无解的死局，建筑学里没有死局，只有没想到的受力模型。我站起来，指着峡谷两侧几块卡在缓坡上的巨大孤石。咱们不打锚固桩了，利用重力势能做重力式锚定。我们把竹缆直接浇筑，缠绕在那几块几百吨重的天然巨石上，用石头当秤砣。这受力计算的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啊，稍有偏差，桥还是得塌，那就把它算准。接下来的1周。我们俩白天在悬崖边攀爬测绘巨石的体积和重心，晚上点着煤油灯在村委会的破桌子上疯狂验算。方案终于成型，但最致命的问题来了：重力锚需要急粗的高强度钢索来缠绕巨石，而老村长掏出全村凑出来的那个塑料布包，里面只有一堆零钞，连买一根竹缆的钱都不够。张工，村里砸锅卖铁就凑了这3万块钱，我知道不够买材料，您看能不能买点便宜的铁丝凑合凑合？绝对不行。桥梁是100年大计，用劣质材料就是草菅人命。钱的事，
我想办法。我走出村委会，山风吹得我直打冷战。我掏出手机，在这信号微弱的大山里翻看着通讯录，打给同行。没人会白砸钱在这种慈善项目上。最后，我的手指停在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上，孙浩。自从上次他背叛我后，我们再没联系过。我犹豫再三，按下了拨号键。宇哥，浩子，我需要一批高强度镀锌钢索，国标件。我开门见山，把洛石村的情况说了一遍。我现在没钱，算我欠你个人情。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1分钟。宇哥，你发个地址给我，这批货我免费送过去。之前的事，我一直欠你个道歉。我心里一暖，生死关头，兄弟还是兄弟。5天后，工程正式开建。就在跨江拉设第一根竹缆时，手摇卷扬机的齿轮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断裂声，几十米长、重达1000斤的钢索瞬间失去控制，朝着江面急速坠落。躲开！失去拉力的1000斤钢索像一条发疯的巨蟒，带着刺耳的风声往江心滑落。锁死扣环，用撬棍卡住转轴。我死死抓住正在飞速倒转的钢索外皮，粗糙的钢丝瞬间磨破了我的手套，鲜血渗了出来。老村长带着几个壮汉红了眼，纷纷扑上来用身体压住钢索。小赵反应极快，抓起一根粗钢管，狠狠插进卷扬机的转轴缝隙里。咣的一声巨响，钢管被别弯成了90度，但奇迹般的卡死了转轴。钢索在半空中剧烈晃动了几下，终于停住了。所有人都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张哥，你的手皮外伤没事。我咬着牙站起来，看着卡死的卷扬机，眉头紧锁。卷扬机彻底报废，深山老林里根本找不到替代设备，而钢索还悬在半空。如果不能在今晚收紧固定，一旦夜里起山风，钢索的自重和风力摇摆会彻底扯断临时的滑轮组。张工，这可咋办啊？我盯着对岸用来固定滑轮的几棵参天大树，脑子里迅速构建立体受力图。机器坏了，我们就用最原始的物理学，把村里所有的粗麻绳都找来。我要做一套动滑轮省力矩阵。今天，咱们用人力拔河，把这桥拉起来。不到半小时，全村的麻绳被收集起来。我利用剩下的几个备用滑轮，在峡谷两岸的巨树和竹缆之间快速穿插，搭建了一套由4个动滑轮组成的复合滑轮组。根据动滑轮组的力学原理，穿绕4段绳子，只需要原本1/4的力量。老村长，你喊号子，大家一起用力，记住，步调必须一致。峡谷边100多号人排成长长的队伍，都紧紧抓着绳子的一角。1、2啦！老村长嘶哑的嗓音在峡谷间回荡。100多人的力量汇聚在一起，伴随着滑轮的摩擦声，那根沉重无比的竹缆开始一点点向上收紧。没有大型机械，没有现代科技，只有最朴素的人力与最严谨的物理学结合。1寸、2寸，竹缆越绷越紧，最终牢牢地卡进了重力巨石的茅草里。我亲自爬上巨石，用粗大的 U 型栓将钢索死死锁住。1个月后，一座结实的钢索吊桥横跨江面。通车那天，孩子们背着书包，欢呼雀跃地跑过坚固的桥面。老村长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这段建桥的视频被小赵传到了网上，雨辰设计彻底火了。我们没有花1分钱营销，却凭借最硬核的技术和底线，赢得了全行业的尊重。刚回到杭城的办公室，我就收到了一封带徽章的挂号信，是国家住建部发来的邀请函，邀请我前往北京参加全国建筑设计创新峰会。而当我翻开峰会议程，压轴演讲嘉宾的名字让我心头猛地一震。我死死盯着峰会议程表上的那行字：压轴演讲嘉宾，国家住建部特聘地质安全专家陈国栋教授。而他的演讲题目赫然是论淤泥暗河地质下的工程灾难。滨江科技城出事了。小赵凑过来看了一眼，倒吸一口凉气。我猛地合上议程表，心跳加速。当初我顶着林轩停发工资的压力，甚至不惜和周建华彻底决裂，就是因为我算出那块地基如果不做箱型法板，绝对会发生不均匀沉降。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2天后，都市国家会议中心，陈教授站在台上，大屏幕上放出一张触目惊心的照片。滨江科技城刚刚封顶的1期大楼，向西北角发生了肉眼可见的严重倾斜，地面裂开了巨大的缝隙。各位同仁，这就是无视地质科学的下场。开发商为了压缩成本，强行采用常规条形基础，大楼封顶不到1个月，遇上连日暴雨，地下暗河水位上涨，导致地基瞬间大面积塌陷，整个1期工程全部报废，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亿。台下一片哗然，没有商战的阴谋，只有物理法则最无情的惩罚。但在调查这起事故时，我们在备案库里发现了一份被开发商废弃的出版图纸。陈教授按了一下遥控器，屏幕上切换成了我当初连夜画出的那套微型桩设计图。这套方案完美避开了所有的地质隐患。调查组得知，这位总设计师因为拒绝在劣质图纸上签字，被甲方强行解约。我今天想问问，这位名叫张宇的设计师在现场吗？
全场几千双眼睛开始四处寻找。小赵激动地扯着我的袖子，我深吸一口气，在耀眼的聚光灯下缓缓站了起来。聚光灯瞬间打在我的身上，整个会场安静了1秒，随后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里没有利益交换，只有同行对坚守职业底线者的最高敬意。陈教授走下台，紧紧握住我的手。张工，好样的！建筑界缺的就是你这种敢向不合理说不的硬骨头。陈教授，我只是尽了画图人的本分。陈教授点点头，转身走回台上。各位，今天把张工请来，不仅是为了澄清滨江项目的真相，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他最近在山区主导的落石村吊桥项目。屏幕上放出了村民们用人力拉起重力毛虫的视频，那最原始的物理力量让台下不少见惯了重型机械的专家红了眼眶。建筑不是高高在上的钢筋水泥，它是用来服务人的。住建部决定正式启动全国乡村微型基础设施改造计划，而这个计划的首个重点攻坚课题，今天正式向全社会招标。大屏幕上跳出一行字：模块化高抗震山区教学点设计，预算极低，不能使用重型吊装设备，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谁敢接？雨辰设计接了。回到航城，团队立刻进入战备状态。但当我们把第一版钢结构模块输入电脑进行地震模拟时，刺耳的警报声响彻了办公室。屏幕上的红色断裂线让人触目惊心，刚度太强了，过钢一折。老王师傅指着屏幕上断裂的钢梁连接处，眉头紧锁。山区地质松软，地震波传导上来，这种纯钢性的焊接节点根本扛不住撕扯。那就加粗钢材。不行，加粗重量就上去了。陈教授的要求是不能使用重型设备，全靠人力搬运拼装，太重了，山里人根本建不起来。办公室里陷入了死寂。徐静怡拿着一叠检测报告走进来，看着满地作废的图纸，轻声说：“宇哥，你们是不是陷入思维定式了？抗震为什么一定要硬抗，不能是化解呢？”化解？我最近在做古建筑的结构检测，你们看英线木塔，纯木结构，历经几百年多次大地震不倒。对呀，榫卯，我们放弃刚性焊接，把所有承重模块的连接处全部改成类似于榫卯结构。纯木头防腐防火是个问题，山区气候潮湿，不用木头。我抓起笔在白板上飞速画图。我们用高强度碳纤维复合材料加上阻燃树脂，把接头做成球角节点，中间填充高密度减震橡胶。方案一出，全员通宵赶制出了一个1点10分的物理缩放模型。我们带着模型来到了省建科院的地震模拟震动台上，随着技术员按下启动键，6.0级模拟开始。震动台发出沉闷的轰鸣，我们的模型在台面上剧烈摇晃，但各个球角节点里的橡胶完美吸收了震动，主体框架纹丝不动。加大，直接上8.0级。我盯着模型，手心全是汗。技术员推上摇杆，模拟台瞬间狂暴起来，发出如同撕裂大地般的恐怖噪音。整个模型被抛起又落下，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小赵吓得闭上了眼睛，徐静怡死死抓着我的胳膊。在这个震级下，如果是传统的刚性焊接结构，焊缝早就被硬生生扯断了。但我死死盯着那些模拟榫卯的插接点，它们在剧烈变形，甚至出现了几毫米的错位，但高强度橡胶死死拉住了它们。地震波的能量被这种微小的位移完美卸掉，30秒的极限震动结束。模型安静地立在台上，除了几个连接处的橡胶有轻微磨损外，主体结构毫发无损。奇迹，形变吸收率达到了惊人的85%，这绝对是国内抗震模块化设计的重大突破。我们成功了，没有复杂的机械，全靠巧妙的结构物理学。1周后，这套被我命名为柔性榫卯模块的设计方案全票通过了住建部的终审。首批试点的第一所乡村学校就在山区落成。竣工那天，我推开教室的门，看到了满满一屋子崭新的课桌椅，但黑板上却用粉笔写着几个大字：谢谢张叔叔。老王师傅摸着坚固的复合墙板，眼眶有些红。张宇啊，我干了30年工程，总算建了个能让我踏实闭眼的房子。师傅，您还得帮我再盯30年呢。小赵在操场上跟孩子们踢球，笑声回荡在群山之间。徐静怡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瓶水，我们相视一笑，没有了曾经的误解和算计，只剩下历经风雨后的从容与信任。1年后，雨辰设计搬进了杭城市中心一处新办公区。我们没有接那些动辄上亿的商业浮夸地标，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老城改造、乡村基建和抗震模块研发中。每天来找我们的甲方络绎不绝，因为整个行业都知道，雨辰设计的图纸里没有回扣，没有水分，只有最纯粹的技术和绝对的安全底线。我坐在新办公桌前，打开一张空白的图纸，握紧那支普通的铅笔。建筑不是为了炫耀资本，
而是为了守护生命。这就是我一个现实主义设计师最真实的底色。我低头郑重地在图纸中央画下了第一条笔直的线。